这是一只足有80公斤体重的英国獒犬，但与其体重不成正比的是它那胆小如鼠的个性。一只小小的腊肠犬能把它吓到屁滚尿流，若有陌生人靠近它，还会僵硬在原地。但江训却告诉主人要用最温柔的方式去对待它。这是江训第一次见到英国獒犬，而且还是全韩国仅有8只中的3只。它是吉尼斯纪录中最重的犬种，也是勇猛好斗的优秀护卫犬。它对主人有着不二的忠心和服从性。如今和大丹犬并称为随和的巨人。Kitty 和迷你是一对姐妹花，他们的父亲是匈牙利的冠军犬，而弟弟莫斯则来自波兰。3个如泰山般的大块头给足了一家人安全感。因为男主人从小就喜欢大型犬，当他了解到英国獒犬后，就对这个品种一见钟情。于是全韩国3%的英国獒犬就被他养在了家中。虽然160斤的体重让人不敢轻易靠近，但当工作人员登门后，却又发现他们的眼神是如此的温柔。Kitty 和莫斯正在和大家积极的互动，大块头并没有赋予他们暴虐的个性，反而让他们如同小猫般任人抚摸，手心的口水正是他至高的欢迎礼。但与热情的二狗不同的是，角落里的迷你却把自己和热闹隔离了开来。他好似对陌生人有着十足的警惕，即便是女主人几次3番的叫他，迷你也不敢走出自己的安全区域。男主人称迷你是3只獒犬中最胆小的，如果有陌生人接近它，就会卷起尾巴走到角落躲起来。古老的血脉无法让它有半分的英勇，只要周围有陌生人在，它就会害怕到僵硬在原地，全身的抗拒似乎在诉说着它不想外出。面容上的难色和尾巴的蜷缩也是它无声的表达。无奈之下，工作人员只好先行告退，给它些喘息时间。但来到走廊后的他看见摄影师，又被吓到尿了裤子。这样的行为在生活中早已屡见不鲜，他仿佛将害怕刻进了骨子里，这也让夫妻俩十分无奈。他们说小时候的迷你个性并没有如此胆小，它也像其他小狗一样活泼可爱，但为了方便它的社会化训练，夫妻俩在它2-3个月大的时候就给它送进了训练营。因为 Kitty 在这里训练得很好，所以主人也希望迷你在这里有所收获。虽然训练期间夫妻俩也有定期去看望它，但最终迷你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训练目标。至此之后，它的个性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变，周围只要有些风吹草动，它就会被吓个一激灵，而陌生人的出现又会如同致命毒药般让它难以自已。夫妻俩每每想起当初做的那个决定，都十分后悔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迷你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。每次带它出门都会是一场硬仗，因为迷你会心惊胆战，草木皆兵。无论监护人怎样安慰不安，依旧会萦绕在他的心头。即便是面对小小的腊肠犬，他也会如临大敌。他就如同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的士兵一般，仿佛自己稍有不慎就会当场灭亡。更别提如果他近距离遇到陌生人，还会当场石化，简直把社恐发挥到了极致。而身为一只顶级爱狗的他，更无法接纳别人随便触碰自己。他唯有心中默念祖宗保佑，希望自己能赶快逃离这难熬的现场。男主人称，有时候迷你的害怕也会通过暴冲表现出来。不明所以的路人看见这个大家伙突然暴动，也会十分害怕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只是他胆小的一种极端表现而已。要说一家人对3只狗狗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，因为考虑到夏季的时候狗狗们会格外辛苦，他们就在阳台专门安装了空调和空气净化器，为他们带来一丝丝的清凉。其实3个月前他们还是住在乡间的别墅里的，宽敞的空间可以任由狗狗们玩耍，自由的空间就是他们的天堂。但因为男主人工作调动的原因，全家就搬到了城市里来，而这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，女主人发现自己竟然对狗毛过敏，这是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事。无奈之下，她无法再近距离靠近爱犬，而日常的清理任务也只能全部交给家人来做，这让她心中也不免多了些愧疚之情。炎热的夏季对于狗狗来说有些煎熬，一家人驱车带着他们来到了狗狗乐园避暑。Kitty 和莫斯很快就进入了状态，他们在翠色的草地上尽情玩耍。然而社恐的迷你却自顾自地躲在了主人身后，周围的一切如同洪水猛兽般让他无法放松，他只能依靠在主人身旁寻求庇护。当他们来到室内的游泳池后， Kitty 尽情地享受起了这难得的清凉。游泳对身形壮硕的他来说简直不值一提，但另一边迷你的羞涩却又让男主人的头大了起来。对深水的恐惧让他无法享受当下的快乐，而看见这副模样的他一家人也十分担忧。其实男主人在3只狗中最喜欢的就是迷你，但正因为喜欢才会觉得揪心。他能感受到其实迷你心中压力也很大，但是这份无助他们又不知道如何才能化解。当年的一个决定造就了如今胆小的迷你，而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想让他重新归于正常的生活。当江训看见3只獒犬的时候，就猜到了谁才是今天的主角，因为害羞的迷你早已躲进了笼子里。这是他第一次在韩国见到英国獒犬，看着它们如同大山般壮硕的身材，在听到他叫迷你后，也瞬间感受到了主人起名时的趣味性。接着他便和一家人看着视频分析起了迷你的问题。当看见陌生人靠近想摸迷你的一幕时，他告诉一家人，当别人问到是否可以摸它时，这个态度本身对狗狗就是一种威胁，而且如果主人同意让陌生人贸然摸它的话，狗狗也是会感到害怕的。其实和狗狗打招呼并不一定要摸它，只是单纯的夸赞它很漂亮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。反之，如果强行抚摸它的话，会让狗狗觉得这是一种骚扰行为。尊重狗狗是否愿意被触碰的意愿也很重要。如果这种不被喜欢的方式不断重复的话，久而久之，迷你的恐惧就会用极端的吼叫方式表现出来，到时候可能就会被大家误认为是恶犬。
这并不是一家人想要看到的结果。要说迷你个性的转折点，就在于当初男主人把他送去了室内训练所进行早期教育，因为他觉得 Kitty 在那里的教育很成功，所以他才把迷你也送过去培训。보내기가 좀 마음이 아프지 않나? 자주 갔지. 일주일에 2번 갔지. 其实男主人一直觉得，如果在迷你小时候能多给他些关爱就好了。这个遗憾也如同一根刺般深深地扎在他的心头。江迅也说，其实狗狗小的时候能在监护人身边是最好的，这正是培养彼此关系的最佳时期，就如同小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一样。所以让年纪尚小的迷你孤身一人来到了训练营，这并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而因为女主人对狗毛过敏的原因，她也不得不定期服药来控制病情，这对喜欢狗狗的她来说也是一种煎熬。本来她和 Kitty 还有迷你生活时并没有出现这个情况，但因为后来莫斯的到来才让她发现了这个问题，这让他们不得不把3只狗都隔离在了阳台里生活。但江迅强调说，最好还是把狗狗们从阳台里放出来，能在家里自由的生活才是他们现在最需要的。而对现在的迷你来说，并不是要教会他各种指令，安慰他，让他放下戒备才是最重要的事，让他坐在沙发上和一家人一起看看电视，让这样放松的行为成为和他相处的日常。如此一来，弥补上小时候他和一家人分离的缺憾，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治愈他的心灵。接着江迅建议把阳台门打开，让3只狗都出来透透气，而女主人也吃完了抗过敏药，配合着他的指挥。Kitty 和莫斯在出来后表现出了十足的热情，但迷你却依旧一副社恐的模样，跑回笼子躲了起来。江迅让男主人走进阳台，靠墙而坐，这时迷你也走出来和他亲热了起来。接着他让男主人继续在里面来回踱步转圈，然后把门打开一些，坐到了门外的地板上。此时的迷你似乎卸下了一丝防备，径直走了出来。江迅说，迷你现在需要的并不是任何指令，而是自由，大家就这样静静地陪他等待着。迷你也不负众望地逐渐走出了自我束缚的牢笼，看着他半坐在沙发上，江迅也由衷地笑了起来。因为即便工作人员还在现场，迷你也逐渐放下了恐惧和戒备。其实把狗狗们放在阳台和客厅隔离开来，虽然给他们安装了空调，提供了冷气，但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。如果能让他们到客厅里来和一家人近距离接触，这也有助于迷你超越自己胆小的个性。而对于散步时迷你也会很害怕的情况来说，江迅让主人把迷你的牵引绳尽可能放得宽松些，然后让男主人慢慢牵着它在屋里走动，在外出时可以在感应门这里等待一下，让路人先走过去，并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。这时候千万不要把迷你的绳子拽得太紧，即便迷你还是因为害怕尿了一地，主人还是要好好安慰他说没事的，然后把地上的尿液处理好。此时的宽慰远比责骂要好用得多。如果在外面有行人走过来时，主人可以牵着他停下来，等路人走过去再慢慢带着往前走，悠闲是散步的主基调。几天之后，一家人又带着迷你来到了训练基地，监护人告诉江迅，迷你的情况已经好转了很多，当他在外面散步时也不会再对路人那么恐惧了。但每当在家时，女主人的过敏问题依旧萦绕在大家心头。江迅告诉女主人，除了吃药之外，避免长时间和狗狗接触也是很有必要的。在家里要经常换地毯，每次摸狗狗后也要马上去洗手，坚持每天打扫卫生，最后再用上空气净化器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缓解女主人的过敏情况。如果一家人能搬到那种上下楼的复式公寓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至于迷你无法在陌生的地方放松玩耍的问题，江迅带着他们来到了训练场地。他先让女主人和母亲走到远处，然后任由迷你自由活动，不做限制。如果他想往其他方向走时，只需抓住绳子，不要拉扯就好。此时要耐心的等待，不要催促他。他让大家全部蹲下来等待迷你做出选择，而迷你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监护人所在的方向。伴随着散步的进行，迷你的自信也在不断增长，他似乎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。接着江迅让监护人解开了迷你的牵引绳，然后让母亲和女主人走到远处坐下来。这时候如果他要走到对面的话，就需要绕过工作人员才行。如果按照以往社恐的个性，他是无法突破这一关的，但最终他还是超越了自己，来到了女主人面前。当他紧闭的心门一旦打开了一丝缝隙，那随之进来的就是无边的光明。他开心的驰骋在训练场里，仿佛的获了新生一般。其实对于大型犬和巨型犬来说，大概到了2-3岁之后，它原本的个性才会显现出来，所以迷你的情况也可能只是阶段性问题而已。我们不能给它戴上你就是一只社恐狗的光环，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它还会发生变化。当狗狗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不要总想着责备它们，学会耐心的帮助它们也是监护人需要面临的课题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迷你似乎克服了社恐的情况，甚至和小柴还玩了起来。能和陌生人做到这个地步，相信现在的迷你已经重获新生了。爱和关怀是战胜胆小和恐惧的法宝，而耐心则是治愈他们的关键。相信这个温柔的大块头也一定能走出樊笼，迎接阳光的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